穿越到游戏世界里，成为一只皮卡丘。这是哪里？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娘子，快过来！这里有4只皮卡丘，一会肯定有人来抢，我们能打几只是几只。作为游戏里最可爱的野怪，命运是悲惨的。丁，系统提示：本次生命连接游戏外的玩家，血量直到0，本体也会随之嗝屁，请谨慎对待。我尼玛，这也太操蛋了吧！娘子，快过来，我们一起先打死这群皮卡丘。打游戏也就算了，还撒狗粮！你们再这样秀恩爱，我就不看你们了。事实上，阿文现在的心情是很焦急的。皮卡丘才有这10点生命，根据这2人的攻击，只需6秒就能放倒一只皮卡丘。阿文极力平复心情，来不及多想，慢偷偷的移动着，眼看第一个皮卡丘倒下，阿文下意识的加快了动作。丁，皮卡丘无法离开刷新点8米范围。这还怎么玩？要自己白白等死吗？阿文差点就要把系统砸了。正在此时，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。恭喜宿主激活玩家面板，脱离部分野怪限制。你娘的！我明明记得这里有4只皮卡丘的呀，怎么不见了一只？相公快看，他跑那边去了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哪只皮卡丘好猥琐，还会偷跑，说不定是只变异呢。相公快追，这种变异怪说不定会爆极品装备呢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可是一只有系统的皮卡丘。要到此为止了吗？突然，面前的空地上刷新出了一大群皮卡丘。见状，阿文强忍着疼痛冲进了皮卡丘堆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找到他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老公，看头上的血条，那个被你打过的血量不是满的。你奶奶个腿！你真是胸大又有脑。不一会，帅哥玩家就找到了阿文，直接一剑就劈了上去。然而这一剑让阿文轻松躲。有点意思，这变异皮卡丘果然不一样。他继续冲出去，又是一剑砍下去，结果被又一只皮卡丘打中。一连几次帅哥玩家的出手都被其他皮卡丘打中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他意识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。经过了这一会的时间，那只皮卡丘自动缓慢回血，血条已经满了。此时阿文躲在皮卡丘堆里，与其他皮卡丘没有区别。阿文偷偷移动脚步，从帅哥玩家的背后发起了进攻。不好，情况不妙！相公别担心，我来帮你。然而他来的还是太晚了。这个时候，帅哥玩家的血量已经剩下可怜的3点。成功击杀玩家小鲁班，经验值+5，等级提升。姓名阿文，种族呆萌皮卡丘，等级2，生命值30，攻击力3。相公你看着，我给你报仇。他面前的灵魂光点，就是那帅哥玩家死亡后变成的。娘子，你别激动，等我过来，我要亲自报仇。好的，老公，我等你过来。一道白光闪起，这时帅哥玩家回城复活去了。这个时候，阿文看着坐在一旁的妹子玩家，脑袋飞速运转，他慢慢的挪动脚步，趁着妹子玩家不注意往他的身后接近。什么时候皮卡丘懂得主动攻击了，还偷偷从后边来？他也来不及多想，直接还手反击。新手女司机已经破过了阿文的防御，掉的那点血是阿文自行扣住，再和妹子你来我往的打了好几下后，眼看着妹子的仇恨值已经高涨起来，阿文嘴角上扬，又开始故技重施。随着阿文到处乱窜，已经有5只皮卡丘被他拉来打头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妹子玩家已经陷入了一群皮卡丘的包围圈之中。此时妹子玩家想要跑出去，却发现无路可走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风尘女子，经验值+5，当前经验值5%。想不到要升到3级，还需要10点经验值。一道白光亮起，妹子玩家选择了回城复活。现在麻烦了，杀2个玩家肯定引起了其他玩家的注意。想到这里，阿文直接就往远处走去。游戏的世界的地图很大，阿文小心的隐匿行走，终于到了皮卡丘领地边缘的最远距离。再往前走一些就不是皮卡丘的刷新区域了。虽然还可以继续往前走，但如果走出了皮卡丘的刷新区域，不就等于告诉玩家自己是异类了吗？那样的话，恐怕每一个路过的玩家都要顺手砍自己几刀吧。好一个刷新点，完全不担心有人抢怪。阿文再仔细看去，发现这家伙的血条都是红的，明显他所剩余的血量已经不多了。阿文心里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但那傻帽玩家竟突然朝另一个皮卡丘砍去，想一下打2个。看着那玩家摇摇欲坠的血条，这很难不让人心动啊！偷偷的摸到了他的身后。皮卡丘这种新手村野怪怎么会主动攻击？难道是刚拉怪的时候不小心多拉了一只？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金刚葫芦娃，经验值+5，等级提升至3级，下级所需经验值20，成功激活技能撕裂，瞬间发动3次攻击，每次造成80%攻击力，伤害50%，几率造成出血效果。
技能冷却时间5秒。穿越到游戏世界里，成为一只皮卡丘。升级成精英级皮卡丘后，阿文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阿文望向身边傻呵呵的皮卡丘兄弟，直接朝他打去。果然可以。很抱歉，宿主，由于你杀的是同类，无经验点。良久后，阿文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无奈的接受了这个事实。看来作为野怪的自己，目前只能依靠击杀玩家来获取经验值了。站在原地许久之后，他暗暗做了个决定，不能坐以待毙了。谁知道现在的玩家最高多少级了？想要活下去，那就要变得比游戏里的所有玩家都要强，强到连游戏组团都烧不动自己才行。既然下定了决心，阿文就再不纠结了。他从原地离开，往一开始的刷新点赶去。才刚刚走出不远，就看到一名玩家在前面刷怪，看着对方还算健康的血条，阿文偷偷走了过去，直接一个撕裂技能就用了出来。什么玩意？恭喜宿主成功触发出血效果，对方每秒扣减生命值2点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还会一直掉血？他连忙灌下了一瓶枣皮金疮药，没想到这一击竟刺激了这个机制。这莫非是只变异包？嘿嘿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赶紧回城去多买点药回来。阿文在这片区域里来回巡游，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他又好心的为几名好像迷路的玩家指引回方向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，杀我真过瘾！经验值加5，等级提升当前等级4，下级所需经验值40。阿文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，每条的属性都比原来增长了不少，而且这次升级，他还获得了一个技能点，现在只有撕裂这一个技能，加点后的技能，每次伤害跟流血几率都增加了10%，每次流血伤害增加了1点。这下谁再敢惹我，我直接让他喷血。阿文冷笑一声，再次往前走去。没多久，阿文就找到了一个2级的玩家。阿文直接一个撕裂的再加上一下暴击，成功击杀玩家，我谁也打不过，经验值加10。这2级的玩家能提供的经验值就是多。老公好棒，我升级了。远远的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，不远处正是先前发狗粮的2名玩家。还真是有缘呢。哎呀，老公好像是那只变异皮卡丘。老婆，这只皮卡丘和刚刚那只长得完全一样啊，还有那猥琐的行为是没有错的。这就是女人的第6感吗？老婆，你快看，这是一只精英怪，一定会爆极品装备的。老公，精英怪的攻击防御肯定会高很多，我和你一起围攻它，早点解决，不要让其他人过来抢怪了。阿文懒得再看他们的狗粮，直接抬手敲了过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阿文的生命掉了1/3，而帅哥美女这边配合的血量都在1半以上。老婆，这能行？我们就这样打他，慢慢可要耗死他。普攻技能撕裂发作，再接普攻。成功击杀玩家小鲁班，经验值加10，等级提升，当前等级5，下级所需经验值80。老婆快走，这精英级皮卡丘有爆发输出的技能，伤害很高，你摸不过他的。想走晚了。此时妹子玩家心中泛起疑问，这只皮卡丘到底是怎么追上自己的？恭喜宿主获得了10点经验值。阿文点了点头，顺手将刚刚得到的1点技能点加到了撕裂技能上，伤害流血几率又增加了10%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皮卡丘区域出现了一只精英级皮卡丘，攻击力很强，我被它2、3下就撂倒了。对呀，我也发现了。不过这只皮卡丘的攻击力何止是很强，简直就是恐怖。我倒也确实被一只皮卡丘杀了，不过我看系统消息提示只是一只普通皮卡丘，并不是什么精英级啊。我也遇到了，确实是精英级皮卡丘，攻击力简直无情。我建议大家集合起来，一起围攻击杀这只精英级皮卡丘。我估计会爆不少装备，到时候咱们根据输出贡献来分配。同意。老公，他们都发现了怎么办？咱们也加入算了，靠我们2个恐怕一时间也打不过那只皮卡丘。那个兄弟，我也同意他们的计划，我这边有2个2级的战力也可以加入。欢迎兄弟，还有这位小仙女，那咱们就分开去找吧。找到的发坐标。我刚刚见过那只皮卡丘，可以告诉大家。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报仇的装备的话，我希望能让我老婆先选1件。没问题，提坐标是个很大的贡献了，就让这位小仙女先选1件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此时一场针对精英级皮卡丘的围杀正式拉开了帷幕。隔天一队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小鲁班提供的地点时，却只看到一个个普通的皮卡丘。精英级皮卡丘连个影子都没有，不是说那精英级皮卡丘在这了吗？兄弟，你这样玩就没意思了。对呀，兄弟，我没有骗大家，昨天他确实是在这里，可能去遛弯了吧。哥哥们，对不起，但我们真的没有骗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相信。好了，也都别争了，既然如此，大家还是分头寻找吧。不过先前答应你们2个的就作废了，咱们等会按照贡献度来分配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了寻找精英级皮卡丘的行列，阿文也在聊天框里得到了消息，穿越到游戏世界里，成为一只皮卡丘。注意看，所有人都在追杀一只可爱的皮卡丘，只因为它是一只精英皮卡丘。即便此时精英皮卡丘已经努力的避开玩家群，但还是被一个练级中的玩家发现。兄弟们，这不就是你们要找的精英皮卡丘吗？他就在我旁边，你们快过来！这位兄弟，麻烦你先拖住他，省得他又去其他地方遛弯了。不用跟他硬拼，我一下就走，将他的仇恨值拉满，我们1秒就到。这个教科书般的兄弟，不得不说对游戏机制还是很了解的。不过这仇恨值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卵用呀，我可是一只有头脑有系统的皮卡丘。大哥，这玩意伤害太高，我怕裤衩子都让他干碎了。兄弟放心，你只负责跟他拉扯就行，不用拼命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一件极品装备。看到这一幕的阿文在心里是这一帮家伙，真的一个能比一个能画大饼，打死都没一撇呢，能不能打过我还是个问题。这就开始提前分战利品了。阿文正在思考时，那玩家直接挥刀劈了过去，可怜的伤害显示出来。虽说阿文现在不惧怕这些低级玩家，但他们如果实行围杀计划，也许真能依靠人多势众搞垮自己。想拖住我没门。紧接着阿文一个普攻打出了暴击，再接一个撕裂，真不经打，还没触发流血就嗝屁了。这个时候聊天频道上，小鲁班才发出一条消息来：兄弟，你千万要小心呀！那只精英级皮卡丘有一个爆发性的攻击技能，一下就给我送回城了。兄弟，你不早说，我现在已经躺地上了。你放心，我们马上到了，给你报仇。阿文明显的看到，在不算很远的地方，已经有很多玩家冲过来，他一眼差点就跟这些玩家火拼。万一有4级或4级以上的玩家就惨了，玩家可以无限复活，但我的命却只有一条。看着出现在视野范围里的众多玩家，阿文忽然突发奇想，做了一件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他尝试着往聊天频道上输入信息：大家赶紧来，我看到那只精英级皮卡丘了，它现在已经走到坐标356、482方位了。这皮卡丘也太能晃悠了吧！多谢兄弟，兄弟帮忙看住他点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好嘞，爱你么么哒。看着聊天频道上的消息，想不到重生后的我也算是个逆天的存在，能在聊天频道上发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事情就有意思了。转眼间几人来到阿文指引的地方。那个叫阿文的兄弟，你不是说精英级皮卡丘在这了吗？我们怎么没看见？对呀，兄弟，你这不是耍猴玩吗？兄弟们，你们怎么才来？我本来想拦着，不让那精英级皮卡丘走，谁成想到他的攻击太高了，一下子就给我指引了回老家的路。早知道我就不掺和这事情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兄弟不要伤心，还是谢谢你了。你回城复活再来，按照打怪的伤害，咱们也一样给你分配装备。阿文无视了对方天大的话，默默地远离刚刚自己所说的那个坐标地点。兄弟们，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，这个精英级皮卡丘太能逛了。我建议咱们分成3人一组，遇到他直接就发坐标开打，3个人轮流扛着，加上嗑药回血，一定能撑到团伙到来的。好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此时阿文叹了一口气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很清楚自己虽然能够在聊天频道上发信息来扰乱视频，但终究不是长久的。逃的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既然躲不过去，那就只能直接面对了。大家好，我复活出来了，现在在坐标478、265。有附近的玩家愿意来跟我组队的吗？组队算我一个，我刚刚也被赶回城了，现在就在附近，等我过去。我也在附近，现在马上过来。兄弟也算我一个。好的，我等你们过来，就咱们3个，组一个小队。很快，一个陌生玩家出现在阿文的视野，而在另一个方向上，也同样有一个玩家快速赶来。阿文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在一群普通皮卡丘里。兄弟，你人呢？咱们2个都到了呀。你们怎么跑这么快？我也马上就到了。兄弟，等的太无聊了，要不要趁这时间刷2只稻草人省点经验？是那只精英级皮卡丘，咱们运气真他妈好。确定是运气好吗？兄弟，多谢了。这2个家伙初次组队，想不到配合就那么默契。这个 boss 有个爆发性伤害，我们尽量保持满血状态。不错啊，经验老道啊。不过在我4级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用，可惜我现在5级了。一个撕裂技能，随后加一个普攻。没想到自己满血状态下还是被秒杀了。这也太逆天了！那个叫马文的兄弟你到哪了？咱们遇上精英级皮卡丘了，老三已经躺下了，我还在硬撑着，你赶紧过来一起弄他。放心，我快到了，马上就来帮你。剩下的兄弟坚持住。很快6秒钟过去，撕裂技能再次冷却完成，他又是一个普攻，然后便接上撕裂技能。毫无疑问，面前的傻帽玩家又被秒杀了，药都还没来得及放到嘴里。
兄弟你人呢？你这个马上到都多少次了？要这么久吗？你是从非洲来的吗？说完了这个，他再也没有心情，直接选择了回城复活。我到了，你人呢？啊，怎么有精英级皮卡丘？它攻击好高啊！我也死了。穿越到游戏世界里，成为一只皮卡丘。这是哪里？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此时的阿文击杀了刚才的2名玩家后，还差40点经验就可以升到6级。是时候来一波团战了。不对，是人家团战我。看着不远处的3人小组，阿文都不带退后一下的，直接就迎了上去。这次皮卡丘没有跑，大家快来，我们小队先拖住他。阿文靠近玩家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1名玩家，经验值加10。紧接着就对第2名玩家发动了进攻，而就在这时，另一队玩家小组正在从不远处。此时阿文的内心多少也有些慌张。现在还差30点经验值才能升级到6级，哪怕杀了这2人，经验值还是不够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不管了，反正也逃不了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兄弟们，快来围住他！而这个时候，阿文自开心的大笑起来，因为他看着眼前这几个玩家全都是2级。凭你们5个人加起来1秒钟，也只能对我造成微乎其微的伤害。以我现在200点的血量，足够你们打好几天的了。很快5秒钟过去了，阿文也懒得挑选，直接一个撕裂技能就往前面的玩家打去。毫无意外的，这名玩家直接回城复活。恭喜宿主经验值再次增加了10点。兄弟们撑住，援兵马上就来。下一个5秒很快过去，撕裂技能再次使用，又有1名玩家被击倒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，经验值加10。就差最后10点经验就能升级了。然而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小队的人赶来，加入了团战。这个时候阿文的血条哗哗往下掉。幸好只需要再等2秒钟，技能冷却就好了。到时候再杀1人就能升级到6级，就能把血条加满，属性也应该还会再提高一些。然而这时他的技能全落空了。我弄清楚这家伙的攻击套路了，他有一个爆发性的攻击技能，冷却时间应该是5秒钟。这时其他玩家恍然大悟，也都提高了警惕。而这个时候，更多的玩家从4面8方冲了过来，眼看着大部队到了。此时阿文的内心害怕极了，看着正在围攻自己的几人，阿文慌了。岂有此理！我是给你们脸了。见鬼，这个爆发技能还会持续掉血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金刚葫芦娃，经验值加10，等级提升，当前等级6，下级所需经验值160。恭喜宿主6级提升晋级为头领级皮卡丘，外形获得基础改变，生命值翻5倍，生命自动恢复，能力增强。获得头领级野怪特有天赋，族群守护，生命值消耗过半时，自动召唤2只精英级皮卡丘，3只普通皮卡丘参战，冷却时间1小时。获得头领级野怪特有天赋，狂暴生命值下降至20%时，自动进入狂暴状态，所有攻击属性值翻倍，普攻改变为范围攻击，持续时间10秒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撕裂技能进阶为无敌天残脚。别克，还有谁？我操！穿越到游戏世界里，成为一只皮卡丘。隔天阿文又被别人群殴，很多玩家好奇，不是只精英怪吗？怎么变成头领级了？大家小心，这是一只会进化的皮卡丘，从精英级杀玩家杀到头领级了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别克，我操！这还是新手村的野怪吗？兄弟们不用怕他，到了3级就可以学技能有装备了。咱们先刷一些小野怪升级，等3级了再收拾他。不一会儿，玩家中陆陆续续有人升到了3级。都走开，让我来。而此时阿文也在刚刚的猎杀中成功升级到了7级。几名3级玩家围着阿文砍半天，也不见他的血条动弹一点。这尼玛血条到底有多长啊？咋动都不带动的。别克，成功击杀4名3级玩家，经验值加60。阿文也没有太过嚣张，人多的地方直接不去，专门找落单或者2、3个的小队伍玩家下手。只要被他找中了玩家，基本是无人幸免的。像这样把低级玩家聚集到一块，让我杀的机会可不是常有的。在短短时间内，阿文就杀到了8级，属性再次提升。还有谁？太可怕了！我第一次见这新手村怪物追着玩家杀。大家不要害怕，我叫我同桌过来了，他是7级的玩家。我也叫我同桌过来了，是8级的刺客，攻击力杠杠的。一时间有5、6个玩家都联系了相熟的高级玩家过来，看到玩家的聊天频道，阿文当场吓尿了。升到下级的经验还需要450点，想要在那些高级玩家到来前再升1级，好像不太可能。
有点意思，想不到稻草人也有头领级，我之前练级的时候都没有发现，来得这么快吗？大家放心，区区稻草人我2、3下就收拾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个最低级的法师。一个火球飞来，阿文根本无敌。你这是找死！果然被我吸引到仇恨了。阿文不去管那灼烧的疼痛，继续往对方追去。大家快帮我扛着，我输出。暴走萝莉也明白过来，单凭自己一个人是干不过这只头领怪。这时几个玩家犹豫着冲了上来，但这个时候的阿文哪有心情理会他们？靠，我伤害太高了，你们的攻击根本拉不回仇恨，要被晋升了。这个时候暴走萝莉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，这只头领级皮卡丘的攻击力不要太强。别克！阿文的所有攻击全部打在他身上。让你跟我逞强，现在凉了吧？竟然是个刺客！刺客猥琐的很，得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。而这个时候，一名玩家举起盾牌冲了上来，与此同时，空中突然一根箭飞来。完了，魔法师、刺客、战士、弓箭手都齐了，这下恐怕危险了。小小皮卡丘还不快束手就擒？看着面前举盾的战士玩家，阿文心中做出了决定。经过计算，离刚那刺客偷袭我的时间刚好过去了15秒钟，也就是说，那名刺客玩家的前期技能应该要冷却好了。别克！一道身影被迫从前方显现出来。有没有搞错？野怪还会预判？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变化。我操！有没有搞错？野怪还会预判？刺客刚要隐身逃跑，你已经死了，吓死宝宝了，差点就挂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被动伤害从他身上冒了出来。咦，这什么玩意？恭喜宿主击杀玩家阿卡丽，经验值加40，等级提升，当前等级9，条件达成，种族外形获得细微变化，血量值翻5倍，技能天残角升级为乌鸦满天飞。我的乖乖，我现在这么猛。随后阿文转身看着那名战士和弓箭手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战士玩家一直缠着他，一副非他不可的样子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一个战士对别人死缠烂打，谁会对你感兴趣？弓箭手玩家看到阿文朝他逼，瞬间收起了弓，转身就跑。阿文穷追不舍，紧跟其后，不料前面一座山挡住了弓箭手的去路。老子跟你拼了，百步穿杨！这一剑下，阿文的血量一下降了不少，但弓箭手却没有想到，这一剑也成功让阿文的血量值来到了50%。瞬间，3只精英皮卡丘和一大堆普通皮卡丘凭空出现。此时弓箭手被堵得水泄不通，只能坐以待毙。4轮攻击下来还不足以将弓箭手玩家秒杀，但乌鸦过后累计70点的流血伤害，不是他这个弓箭手能够抗拒。恭喜宿主击杀玩家寒冰射手，经验值加40。接下来抠脚战士与阿文又大战了3把回，一时间谁也拿不下谁。兄弟们别看热闹了，你们赶紧上来打一下呀！我的几个朋友马上就到，不要让这只皮卡丘回血，要是让他满血，前面就白打了。玩家们纷纷点头赞同，但看过了阿文秒杀高级玩家的技能后，无一人愿意上前。大佬加油，我们相信你。我们在这边帮你呢喊加油。没错，大佬，你是最棒的。尼玛，一群小菜鸡就知道吹捧。战士玩家气急败坏，灌下了一瓶冰疮药，希望能撑到那几个家伙到来吧。阿文并不知晓战士玩家心中的想法，但他心里有些犹豫。这样跟他打下去不是办法。要是再来一批高级玩家，我可能就要折在这里了。阿文思索片刻，直接朝围观的新手玩家冲去。以阿文现在的攻击力，几秒钟就能击杀一名新手玩家。这些新手玩家杀起来，可比那群肉盾玩家容易得多了。游戏的提示音响的不停，瞬间就得到75点经验。尝到了甜头的阿文一刻都不想停留，又向其他的玩家冲去。嘲讽技能了，你给我过来！至于身后战士玩家的嘲讽技能，阿文假装没听到。尼玛，这嘲讽技能是假的吧？在阿文疯狂刷了10多分钟后，一名背着大剑的玩家拦住了去路。这出闹剧该结束了。在视野范围内，几名高级玩家开始快速接近。是的，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成功击杀玩家小鲁班，风尘女子，经验值加30。竟然又是老熟人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俩人从第1季就给我送经验，一直送到现在。
恭喜宿主等级提升，当前等级10，进阶为君主级皮卡丘，下级所需经验值640，天赋亡命进阶为黄命，生命值翻10倍，生命自动恢复力增强。同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化。我操！阿文击杀玩家后，收到一连串的奖励，在兴奋的同时，也觉得有些美中不足。我最爱的乌鸦坐飞机竟然没有进化，系统查看我的属性。好的，主人，种族君王级皮卡丘，等级10，生命值22200，防御68，当前最牛技能乌鸦坐飞机。看着自己如今的属性，哪怕是阿文自己都不得不承认，好像变得更加夸张了。以我现在的属性，放眼整个新手村，也不可能有人杀得掉我。看着来到了自己面前的几位准助玩家，快来吧，我早就饥渴难耐了。这就是头领级皮卡丘吗？手里怎么还拿着你把破镰刀？该不会是去割水稻才过来吧？你们别骗我，明明就是君主级皮卡丘，你看他头上顶着的名字。不过也怪什么时候有君主级这个等级了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？你没有听过的事情多了，游戏才开不几天，估计是游戏漏洞吧。磨磨唧唧的，你们还打不打了？抠脚大哥，让你坑死了！不是说好的头领级皮卡丘吗？还有这血条是个什么鬼？都要抽我鼻子里了！谁知道啊，刚才他还是头领级，杀了一堆低级菜鸟后，一下子就成君主级了。阿文也懒得理会面前的战士玩家，准备直接绕开，直接去打后面的 ADC。他的想法没有错，然而面对着战士玩家的死缠烂打，想要绕行却不是那么容易。看来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了。也罢，就让你这个狗皮膏药试一试我当前的实力吧。这名战士玩家的脸瞬间就白了。这尼玛，刚才他一个技能连我1/3的血量都打不到，现在这伤害这么高。阿文满意的点了点，看着眼前玩家已经残得不行的血条，也懒得等下一秒的出血效果，直接一连刀下去。本打算扛到天荒地老的狗皮膏药，瞬间扑倒在地。这还玩个毛线啊！抠脚大仙心态瞬间爆炸，整个小队的玩家也都惊呆了。我尼玛，这也太吓人了！撤退撤退，这玩意现在没法打了，都先回去研究一下对策吧，别白死了。阿文看着聊天频道上的信息，心底冷笑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阿文进阶后移动速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转眼间就到了那法师玩家的视线。法师看到阿文当场就吓尿了，其他2名玩家迅速向他发起攻击，但都是挠痒痒的样上。阿文直接一连刀下去。还知道加血，我倒要看你还能不能加得过来。法师玩家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技能，就当场饮恨西北。终究还是我这个最拿手的技能来送走了你。成功击杀玩家，我是菜鸟，掉落治愈技能书1本，还能报技能书。获得治愈技能书1本，技能书属性融合成功，获得被动技能恢复增强，每秒血量恢复增加20点，可升级。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妹妹快跑！看着已经逃得无影无踪的另外2名法师玩家，阿文摇了摇头，他转身走向那些还傻乎乎的观战的新手玩家。一旁观战的新手玩家们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想要逃跑，但明显是有些晚。此刻阿文杀这些低级玩家跟割韭菜般，一路秒秒秒也没什么可怕的，都跟切菜般一刀一个小卡拉米。一炷香后，阿文清点一下，发现自己刚刚一共获得了420点经验值，还是杀新手爽啊！此时这片区域的新手玩家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想要再找一个活人都难。皮卡丘区域出了一只君主级皮卡丘的消息，已经在整个聊天频道扩散，最后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游戏官方论坛中。好像是有点太夸张了。游戏论坛权限开启，可使用玩家游戏论坛。我的妈呀，还能不能行了？新手村惊现君主级皮卡丘，大部分玩家都被屠杀，是游戏 bug 还是官方准备的惊喜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个 boss 的实力根本就不存在，所以我认为这是游戏方不严谨所产生的。必须修复。你们能不能行啊？打不过就修复，真会玩。哥，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你能打得过吗？我个人认为关键不在这里，而是这皮卡丘会升级进化。我记得一开始它只是个精英级皮卡丘来的，就这么一路进化，既然变成了君主级皮卡丘，鬼知道后面还会变成什么玩意呢？是啊，要是每一只野怪都能这样升级进化，那我们玩家还练什么级？直接敌野怪拿来练级算了。多说无益，还是先提交反馈，看看官方怎么处理吧。而此时此刻，阿文也是一脸愁容，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，是他始料未及的。自己穿越成皮卡丘的事情，会不会被游戏公司发现？会不会以修复 bug 之名直接将自己抹杀掉？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化。我操！不会吧？你说整个新手村玩家被一个皮卡丘野怪砍得满地找牙？是的，马总，据说那只野怪现在进化成君主级了，
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开服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嘛？马总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游戏检测数据没有异常呀。而且这个君主级皮卡丘系统根本查不到它的任何信息，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。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就问你能不能解决。不行的话，你明天卷铺盖走人。好吧，事到如今只能将新版本的更新提前发布了。快去处理吧，别让我失望。在论坛上暂时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阿文无奈的叹了口气。不管他了，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开开心心的砍玩家升级就好了。嘿嘿，各位家人们，我现在已经进入到10号新手村的皮卡丘区域了，接下来我可就要给你们连君主级皮卡丘了。假如他不拒绝的话，我给你们看看他长什么样。女神，你一个人进入皮卡丘区域，真不怕遇上那君主级皮卡丘吗？老实说，其实我怕的要死，不过为了给各位家人们现场直播，我也就只能豁出去了。一直以来，作为一个游戏主播，他都因为菜着抠脚技术，被人称为史上第一菜瓜玩家。这时前方扛着巨大镰刀的皮卡丘走过来，这不正是那君主级皮卡丘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女神加油呀！我相信你可以。家人们看好了，我现在去连麦皮卡丘，让大家看看它的真面目。女神最好还是不要靠太近了，小心那君主级皮卡丘一刀给你带走了。话刚说完，女神怎么了？对呀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被那君主级皮卡丘直接送回来了。可恶，这皮卡丘太过分了。女神别伤心了，这皮卡丘不解风情，咱们不跟他计较。看着直播间的人气不减反增，刘飞难受之余又不禁有些开心。哼，一个皮卡丘而已，还唬不住我，我继续去，一定给大家直播到他的方方面面。家人们等我。阿文此时也没想到，才刚杀了他一次，这才过去几分钟，又屁颠屁颠的送上门来。莫非这名女玩家是传说中的受虐狂？直播间里一大把的穿云箭飞过，各式各样的打赏礼物，像不要钱一样刷着，钱财壮人胆。刘飞一下子来了精神。哼，垃圾皮卡丘，有本事来弄死姐姐啊！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呀！直播间礼物刷得更加疯狂了。真是的，活这么久，这种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不过这下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可是没过多久，刘飞再一次进入皮卡丘区域。这傻帽玩家怎么又来了？这是送经验的机器人吗？连阿文都有些诧异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菜瓜萝莉，经验值加30，等级提升。当前等级时受到新手村等级限制，无法再继续提升等级，所获得经验将储存在经验槽中，最高储存量800点。这下可完了，等级定格在第10级了。阿文一脸惆怅地坐在地上，看着自己的属性框，心中瞬间毫无重力。今天这皮卡丘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刘飞来到阿文身边，也坐在了空地上。阿文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便回过头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这只君主级皮卡丘怎么蔫了，站不起来了，已经成功的被我征服。这才多久就不行了？阿文直接弹手一个乌鸦子狙击，女玩家瞬间被带走。你竟然开着直播告诉大家我不行，这我能容忍吗？但阿文遗憾地发现，经过这次之后，那名叫菜瓜的家伙竟然再也不来了，这让他的心里极度有些失落起来。真是无聊啊，多好的刷经验对象啊，就这样不见了，还真是可惜。阿文无聊的干法，竟然杀起了自己区域的皮卡丘小怪，真是爽呀！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。我操！第二天，天刚微微亮，游戏论坛上大家就讨论的热火朝天。游戏官方的公告出了，说是君主级野怪并不是 bug， 而是新版本的内容。是的，说是系统更新增加君主级的野怪，将会在30分钟后在线更新完成。鉴于游戏中皮卡丘是第一个出现的君主级野怪，游戏官方还可以为这只皮卡丘开展一个活动。这个时候，阿文心里禁不住紧张起来。可恶，这么快就有玩家过来了吗？果然是君主级 BOSS， 一套技能打下去的血量也只有1/10。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是吧？阵风摧毁停车场。刺客职业本身防御低血量神，即便是15级也扛不住。就这样，第一个找到阿文的玩家被阿文一套技能直接送回来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玩家阿卡丽，经验值加70，击杀对手掉落高伤害短刀1把。竟然还掉装备，看来等级越高，爆率越高啊！
装备提取成功，攻击力加13%，暴击率加2%，物理防御加10%，已附加在宿主的武器镰刀上。提升了这么多的属性，阿文心中十分满意。可这个位置已经暴露，就不能继续待下去了。他慢慢的走向其他区域，观察着进入这个区域的其他玩家。只要有落单或小队的玩家果断出击。主动摧毁停车场。击杀的这些玩家除了给一些经验之外，并没有再掉落装备。而这个时候，那些参加活动的玩家们陆续已经进入了这片区域，整个皮卡丘区域到处都是人，再想要躲藏已经不现实。阿文正准备避开密集玩家群，不料被一队玩家撞了个正着。不过这一帮会的人似乎是想要吃独食，并没有在聊天频道上分享阿文所在的位置。2名战士上去扛着，我分析过他的技能，他有一个很牛逼的招式，技能攻击时，我们的人越分散，他的伤害就越低，那样就不会被他秒了。小桃子跟我一起在中间加血，你们2个在后边输出。不得不说，他的安排挺有道理。让我先看看你们的防御能力怎么样。防御这么高的吗？这样下去根本打不死，后面还有2个医师在加血呢。打蛇打7寸，得先从那2个医师下手。阿文此刻不再理会那2名战士玩家，直接冲出城围，来到了2名医师的面前。这皮卡丘有点意思，像是有个脑袋一样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老子本来就有脑子，好吧？迷雾阵开启。迷雾阵是医师职业的可削弱敌人10%的攻击，并给自己队伍加上一个缓慢恢复的状态。乌鸦坐飞机打在2名医师的身上，却只掉了一小半血。然而技能过后，叠加了出血效果，让迷雾阵的持续恢复效果抵消了。身为医师的他们再次一抬手释放技能，各自又给自己加了一口血。这尼玛还怎么玩？连个医师都打不死了！你们几个竟然在这里吃独食，太不厚道了！就是君主级皮卡丘，当然是大家打。你们几个老六，这算什么事？老婆，我们也上去看看。这皮卡丘杀了我们那么多次，今天也要看看他是怎么死的。好的，老公，要是有机会，咱们也去混一点活动贡献。不用管他们，接着输出，不能独吞了就多打点输出，到时候贡献值还是咱们占大头。大部分玩家来临，远程攻击的玩家已经将剑枝和火球什么的打过来。这些远程魔法伤害贼高，根本不是我是菜鸟那种垃圾玩家。阿文的血条瞬间下落，一下子就掉落到了1半，生命值已下降至50%。族群守护发动，自动召唤4只精英级皮卡丘，8只普通皮卡丘参战。召唤出来的皮卡丘全都向周围的敌人发起了进攻，但对于这些10多级的转职玩家来说，精英级和普通的根本就不够看。半炷香时间很快就到，场上就只剩阿文和4个精英级皮卡丘。这4个精英级属性和阿文差不多，而且也掌握着乌鸦对飞机技能。此时阿文一抬手，4个精英级皮卡丘一瞬间无穷无尽的按压猛跳的阿文的腿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。5个乌鸦做飞机使出来，加起来足足搏击了100次，哪怕是2名战士玩家同时奔波，也经不起这么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化。我操！第2轮的乌鸦做飞机释放，本就剩余不多血量的2名战士玩家同时倒地。掉落牛人铁甲2个，牛人护盾2个，大宝剑2个，已自动拾取并提取属性。属性附加在主武器镰刀上，达到要求，主武器品质提升，获得技能连杀。释放时攻击速度提升250%，移动速度提升50%，持续时间30秒，冷却时间2分钟，获得被动技能吸血。使用霸气镰刀攻击时，有100%几率吸取攻击力的90%血量。阿文正高兴时，却发现他的血量马上就要降至20%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也不能再升级了，不能升级血量就无法恢复。难道今天真的要倒在这里吗？生命值下降至20%，狂暴天赋发动进入狂暴状态，所有属性翻倍，普通攻击更改为范围攻击，持续时间30秒。本来只剩下2000多点的生命值，瞬间又回到了6000多点。想那么多干嘛？哪怕今天必死无疑，我阿文也不会带着遗憾离去。反正自己也是一个野怪，也没什么牵挂，勇敢面对吧，也不枉在我重生成世界走上一遭。说完，阿文激起犹如杀神附体一般，在人群之中横冲直撞，所过之处必定人仰马翻，那些防御低的职业直接秒杀。这是咋回事？我怎么突然打不动这皮卡丘了？大家快跑，这 BOSS 进入狂暴状态了。大家别怕，他这种状态有冷却时间，维持不了多久的。我们继续攻击，不要让他跑了。而阿文忽然发现，魔法师的火球术打到他身上，依然还能造成较高的伤害。他不再迟疑，直接闪现朝着远程职业冲去。魔法师能对他造成伤害，大家帮忙拦着，让魔法师输出。2倍的移动速度下，根本无人能拦住阿文。你们怎么不拦着点？去死吧你！
直接一下这名魔法师的血量就没有了。阿文目光一转，已经看上了另一个方向上的2名魔法师，一个闪现就到了2名魔法师身前。毫无意外，又是2个经验包。击杀对手，掉落美女魔法棒2件，魔法棒已自动进行属性提取，魔法防御加30，法力值加80。你们再这样袖手旁观，等会魔法师都死光了，看你们拿什么输出。好了，咱们也别在这争强好胜了，都组队起来，击杀了 BOSS 按伤害分配。我同意。此时族群守护召唤出来的稻草人已经全部被击杀，阿文也来到另2名玩家的跟前。以阿文现在翻倍的属性，乌鸦对攻击的伤害十分可怕。2名魔法师加上那1名医师技能都来不及释放，就纷纷倒地。击杀了几个魔法师，阿文的血线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。但纵使这样，他也只剩下10%的血量。这一次来的玩家实在是太多了，而这个时候玩家们已经各自起步完成，剩下的魔法师已经被战士玩家们护在了身后，想要近身基本不可能。血条越来越短，逐渐开始闪烁起来。阿文的心沉了下来。想要在这些战士玩家身上找到突破口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阿文的血量已经只剩下5%，仿佛只要再有几个火球砸在他身上，就可以将他带走。而这时的阿文心情却变得异常宁静起来，狂暴状态还剩下10%。连杀技能开启，攻击速度再次提升100%，移动速度再次提升30%。来吧，让我在这个游戏世界最后再疯狂一次。阿文身体逐渐化为乌有，在人群中我挡杀佛的感觉，只剩下最后的2%血量时，此时狂暴状态已经消失，他瘫软的跪在地上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老公，你看这皮卡丘只剩最后1口血了，我们赶紧上去补刀，说不定运气好能获得击杀奖励呢。老婆说的对，这皮卡丘杀了我们那么多次，也要杀他一次报仇。怎么又是你们俩？罢了，让我最后再杀你们一次吧。成功击杀玩家小鲁班风尘女子，经验值加60，经验槽已除满。因目前新手村等级限制被临时更改，等级限制被调至15级，等级提升，目前等级11已达到前往主城资格，是否立即传送至主城？快，赶紧传送！同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化。我操！这是哪里？我的头好痛。欢迎来到25号主城望月城，本次穿越的地点距离主城8650米，所在区域是棕熊野怪领地。本野怪会主动攻击一切外来入侵者，包括野怪，请小心行事。尼玛，怎么还有主动攻击野怪的野怪？还好我的镰刀还在。阿文环顾四周，并没有看到野怪的影子，却在不远处发现一个类似精英怪的皮卡丘躺在地上。没想到在主城还能遇到自己的小兵，不过话说这皮卡丘尸体怎么没消失？阿文走到那皮卡丘尸体旁，仔细观察起来。退钱，给老子退钱！官方人员站出来说话。我们几10号人特意赶到新手村打了那么久，终于快要把君主级皮卡丘打死了，结果被传送走了，这谁能忍？兄弟们，大家和我一起退游，这游戏太坑人了。一个250，不是说你能处理好吗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马总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并没有干涉这次的围杀，但那皮卡丘不知道被谁传送走了。岂有此理！你是真不想干了？要是再不处理好，你明天就卷铺盖走人。要不马总，我们改一下游戏数据吧，直接将那皮卡丘秒杀掉。我看你脑壳是瓦特了，上次就跟你说过了，幕后操手不允许我们私自更改任何游戏数据。马总，那位究竟是谁？为何您都这么怕他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。这是哪里？阿文吓了一跳，他是万万没想到，一具尸体还能说话。你是人是鬼？奇了怪了，我竟然好像听到这皮卡丘跟我说话。别奇怪了，就是我在跟你说话。君主级 BOSS， 尼玛！操蛋的游戏公司，我不是应该出生在新手村吗？怎么跑到山里来了？还有面前这君主级 BOSS 是个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我刚进游戏就刷 BOSS 吗？而且这怎么看我也打不过他呀！阿文被面前的精英皮卡丘搞得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君主大大，我无意闯入您的领地，还望见谅，我这就走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阿文看着面前手舞足蹈的皮卡丘，沉默了起来。这皮卡丘怎么跟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一样？难道也是穿越过来的？那个小兄弟，你先别激动，冷静一下，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进入游戏的？我正常进入游戏的。不对，一定是游戏头盔的问题。原来此人名叫程世飞，与阿文一样，为了省钱，也是在地摊上买的游戏头盔，而且还是同一个摊位，也同样激活了玩家属性面板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阿文是花了10块钱买的，而程世飞却花了40。
我现在知道你为啥一进来就是精英级皮卡丘了，果然花了40块就是不一样。我也不想，可那老头说他总共就3个头盔，10块的那个已经卖掉了，另外还有一个200块钱的，我嫌贵就没要。这熊人野怪区域怎么会有皮卡丘？竟然还是一大一小2个 BOSS！ 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撞大运了，给我打！尽管阿文还有太多的疑问，但此时不得不先解决面前的麻烦。你先推到我身后，这些都是10多级玩家，有可能直接秒杀你。程世飞满脸问号，但还是退到了一旁。这几名玩家根本没有走位的机会，纷纷倒地。尼玛，这是哪来的皮卡丘伤害这么变态？击杀4名12级玩家，获得经验值240。检测到同种族有异视野怪，开启组队功能。是否与程世飞组队？野怪还能组队？快组队！与程世飞组队成功，击杀对手的经验会得到分享。组队时可查看对方各项属性状态，可在地图上查看对方位置。升级了，这么快吗？哦，对了，程世飞，你有没有下线功能？就是退出游戏的选项。程世飞在自己的界面看了半天，并没有看到下线功能。果然。那你有没有收到系统的提示，说是游戏死亡也会导致现实世界本体的死亡？也没有啊。算了，不想这事了。不过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你尽量不要在游戏世界死亡。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。我操！公告！由于新手村君主级皮卡丘莫名逃脱，且屡次屠杀玩家，给游戏玩家带来了极大的不满。经商议此次围杀皮卡丘活动升级，击杀者除了获得王级装备，如武器镰刀外，额外获得250万现金奖励。得到举报，此皮卡丘正在25号望月城巡组野怪区域活动，请各位玩家积极参与活动，为游戏世界铲除这一大隐患。没想到我的命能值500万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你是不是惹祸了？怎么连游戏公司都要追杀你？阿文一脸愁容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呀？阿文思索片刻，这片区域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阿文带着小飞一路向北往雄狮野怪区域移动。雄狮是20级野怪，阿文心里想着这野怪等级高，应该可以拦截一部分玩家吧，但是他又怕那些狮子像野狼一样主动攻击他们。又走大运了，兄弟们！队长，我们要不要分享这稻草人的位置？你脑壳瓦特了吧？好不容易找到他，500万就在眼前，你还想让给别人？但是我们几个人能打得过这皮卡丘吗？他才11级，我们都是15级以上，还怕他？别废话了，赶紧列阵！阿文此刻并不想招惹这些人，但考虑到小飞现在根本跑不过这些玩家，于是心头一横，连杀启动。一瞬间攻速移速瞬间提升，阿文很快来到了脆皮玩家面前，挥舞起来镰刀，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伤害低了。不愧是15级以上的玩家，这脆皮都打得这么费劲。一套技能下去，勉勉强强才把2个脆皮玩家击杀。阿文此刻有点慌了，并不是惧怕眼前的这些人，而是现在有着无数个15级以上的玩家在追杀他，他该去哪里？几分钟后，在阿文释放了半天的乌鸦和飞机后，这批玩家才纷纷被带走。击杀对手获得经验值400，距离升级所需经验值1800点。掉落上品魔法棒1件，上品轻甲2件。自动提取属性：魔法攻击加12，防御加2。这魔法攻击是什么鬼？我又没有魔法攻击的技能。阿文不再理会这些属性加成，慌忙带着小飞逃离此地。此时雄土野怪区域的玩家部队逐渐多了起来，毕竟500万的奖励太过诱人。一路上阿文遇上了不少玩家，不过都被他的乌鸦坐飞机连杀技能生生给磨死。小飞也成功的升到了6级。就在阿文、小飞2人来到熊族领地边缘，迎面走来一队清一色的18级玩家。终于被我找到了，兄弟们围起来！队长，这还有一个小的，小的爆不了什么东西，不用管。趁现在没人，赶紧把主皮卡丘刷了，待会人来了就不好独吞了。几名战士玩家迅速的靠了过来。小飞赶紧躲到一边去，这次来的都是20级精英玩家，我没办法照看你。好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阿文身上，没有理会一旁的小飞，这让阿文轻松了不少。不过令阿文没想到的是，即便是自己面对这些20级的玩家，依然是非常的吃力，等级相差了近10级。要不是镰刀的加成，他根本碰不。看着不断下降的血量，小飞也是非常着急，好几次想冲上来帮忙，但都被阿文怒斥。才短短不到5分钟，阿文的生命值就掉落了1半，而玩家们仅仅倒下了2人。生命值下降至50%，种族守护发动，召唤4只精英级皮卡丘，20只普通皮卡丘参战。小花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一时间兴奋起来，而阿文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召唤出来的皮卡丘根本不是面前这些20级玩家的对手。不过好在2只头领级皮卡丘有乌鸦做飞机技能，
阿文引领着他们一起使用乌鸦坐飞机带走不少玩家。短短2分钟后，这些皮卡丘纷纷倒地。此时阿文的生命值只剩下30%，他一刻也不能继续挥舞着手中的镰刀。只要乌鸦坐飞机技能冷却一冷，便会在第一时间发动。又有2名玩家倒地，还剩最后4名玩家。阿文的压力暂时结束，但他不敢服气，因为此刻他已经在聊天频道里，正有大批高等级玩家往这个地方。兄弟们快来，君主级皮卡丘在这里！一瞬间，整个山头都被围了起来，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。我操！一个火球打向阿文，让他无法脱离战斗状态。而且此时玩家们看到他不到1/3的时候，这个远程技能不要钱似的扔了过来。一旁的小飞也看傻了。我尼玛！我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来游戏的第一天就碰上了这么大的阵仗。生命值下降至20%，狂暴技能发动，所有属性翻倍，普通攻击更改为范围攻击，持续时间25秒。阿文的血量瞬间恢复了一大半，但他并没有跑到玩家群里大杀四方。他看着自己升级需要的经验，又看了看远处的玩家们，最后再看了一眼吓傻在一旁的小飞，思索片刻，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此时阿文的攻速移速再次到了玩家看不懂的地步。阿文抱着小飞在人群中横冲直撞8门金锁，沼泽地，一个个控制技能朝着阿文打了过来。坏了，这下麻烦了！一时间，阿文和小飞就像是待宰的羔羊，在原地动弹不得，血量飞速下降，再次下降到了10%。此刻阿文如果不想办法杀掉远处那几名控制型魔法师，自己今天必死无疑了。绝望的时候，一声熊嚎响彻整个山谷。熊嚎过后，见大群棕熊汹涌而来，顷刻间山头上的玩家们都乱了阵脚。这棕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我们也没去招惹他。不知道啊，可能是闯入了他的领地，被他发现了吧？控制状态解除，阿文一脸疑惑地看不远处的熊王，有些发愣。不想死的话，就别傻站在那里发呆。现在还有大批高等级玩家往这里赶，我劝你赶紧逃跑吧。熊王的话把阿文拉回了现实，他现在脑海中有太多的疑问，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容不下他多想。我走了，那你呢？你不用管我，凭这些小卡拉面还不足打倒我，别墨迹了，赶紧走吧。谢谢这位兄台，告辞。阿文不再迟疑，抱起小飞消失在视野中。击杀对手获得经验值1500，距离下级经验值520点，掉落一堆破铜烂铁，攻击加100，法术攻击加30，防御加75。小飞等级提升，目前等级8，晋升为头领级皮卡丘，各项属性值提升。大哥，我一下子连升了2级，而且还得了个看起来很牛的技能。是不是乌鸦坐飞机？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咱们同为皮卡丘，属性技能肯定都差不多的。小飞顿时才反应过来，觉得阿文说的确实有点道理。大哥，刚刚那只熊王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而且他怎么还会说话？阿文沉思了片刻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很多人说是花了200块买头盔的那个大佬，但我觉得不太可能。我也觉得不可能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呀？阿文先看了看四周，我也不清楚这是哪里，先四周逛逛吧。阿文带着小飞往森林深处行走，一路上很是通畅，并没有遇到玩家。而且两人惊讶地发现，这些老虎并没有主动攻击。正当两人来到一片开阔地带时，却发现一头巨大的狮子跟一群狮王血量所剩不多，这群玩家同样也损失惨重。可恶的人类！要不是我有伤在身，今日定将你们全部带走。阿文、小飞瞬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如果说前面那只棕熊王是因为买了头盔，可头盔就3个，那眼前这只大狮子是怎么回事？大哥别出声，看能不能捡个便宜。果然，狮王看着自己血条所剩不多，不再与眼前的玩家纠缠，抬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山洞，飞快地朝森林深处跑去。剩下的几名玩家紧随其后。大哥，我们留下来收拾战场吧。你看这么多兄弟被打死了，爆了不少装备，等他们回来都被系统给回收了。说完，两人便忙活起来。一旁的阿文听到这里，瞬间来了精神。也不知道这些被狮王杀掉的玩家爆出来的装备，我能不能捡？阿文来到一名玩家的尸体旁，捡起一把掉落的长剑，获得精品长剑，已自动提取，攻击加12。这也行？哪来的皮卡丘？敢捡老子的装备！等等，这不是悬赏500万的那只君主级皮卡丘吗？看聊天消息说他不是被各大公会的人围杀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大哥，我们2个不是这皮卡丘的对手，赶紧跑吧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击跑。还想跑？吃我一招！小飞，快过来练练手，让我看看你的技能。升到8级的小飞胆子大了不少，来到2名玩家面前，抬手就是一个技能——乌鸦坐飞机。
只可惜这一招乌鸦坐飞机下去，连2个残血的玩家都没送走。小飞尴尬的挠了挠头。大哥，还是你来吧。几分钟后，阿文把战场打扫完了。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小飞，你能不能带装备？野怪还能带装备吗？我也不知道呀。阿文将一把长剑递给小飞，你试试。小飞接过长剑后挥舞了几下，我觉得还挺顺手的。我靠，还真能拿武器。那这些呢？阿文又把铠甲、鞋子什么的塞给小飞。小飞摸索了半天，不行呀哥，除了武器，其他的都带不了啊。这样也不错。想当初我领主级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。阿文把剩余的装备全部交给系统提取，瞬间攻击防御又提升了不少。我记得刚刚的狮王临走时看了一眼那边的山洞，小飞，我们去看看。2人来到山洞前，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清香从洞内传来。果然有宝贝，小飞，快进去看看。只见崖壁旁生长着一株散发魔法气息的植物。发现灵物水晶莲，此物目前具有唯一性，吞噬后可从君主级野怪直接进阶成为王者级，且各项属性额外提升20%。目前正处于生长阶段，距离成熟还需要24小时。公告！狮王 BOSS 区域出现传说级灵物水晶莲，服用后等级提升6级，所有属性提升20%，并提前解锁所有玩家等级限制，等级上限提升至25级，请各位玩家速速前往摘取。我尼玛，这君主级皮卡丘都还没杀掉，又给老子出这个！会长，这是好事呀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这要是等级和装备都提升上去了的话，下次再遇到那皮卡丘，还不是随手就能干掉？不错，快去召集人马，即刻出发！该死的人类，等我吃掉水晶莲晋升到王级后，必定踏平你们望月城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大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全服玩家都知道了。别担心，狮王区域那么大，他们不一定能找到这里。说完，2动物来到洞口，在周围捡了一些路边绿草，将洞口遮掩起来。此时，狮王野外区域陆续已经有玩家出现。老大，这白虎区域那么大，咱们该怎么去找那颗水晶莲啊？别急，这次过来的玩家有很多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。到几个时辰后，狮王野怪区域已经是人满为患，但还是无人找到传说中的水晶莲。此刻，阿文和小飞躲在山洞中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在这几个小时里，陆陆续续有不少玩家从洞口经过，但好在都没有发现他。哥，看样子这群玩家是找不到这里了，晋级到王级肯定是稳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更希望把这株水晶莲留着给你吃，我就差几百经验就可以进阶了，没必要浪费这么难得的机会。听到这里，小飞难得流出了感动的泪水。奇怪，今天这山里怎么来了这么多玩家？难道都是冲我来的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到山洞，吃掉那株水晶莲，不然今天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大哥快看，这里有个山洞。没想到还是有玩家找到了这里。小飞，你赶紧躲到一边去，我去解决他们。是君主级皮卡丘，还有那水晶莲也在这里。谁让你大喊大叫的？2人虽说比阿文等级高出不少，但在武器镰刀的加持下，阿文的伤害也高得离谱。连杀发动，2人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，就瞬间。兄弟们，快来坐标135、623，我找到水晶莲了，还有行走的250万也在这里。一瞬间，聊天屏到炸了，大家是万万没想到，这水晶莲会跟君主级皮卡丘在一起。经过这条信息过后，海量游戏玩家往山洞里去，只是一瞬间，山洞外面就围满了人，重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化。我操！大家不要靠近！我知道这个皮卡丘有过很变态的技能，但攻击距离短，战士向前把洞口围住，免得他逃跑。魔法师全部往里面扔技能，我就不信炸不死他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老六确实会指挥。一瞬间，各种不要停的技能不断的往山洞里。阿文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他把小飞护在身后，但他现在的血条也是飞速下降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出也出不去，待在这里面也是死路一条，怎么办？阿文没有说话，小飞此刻也不是滋味，他心里清楚，阿文要不是顾及他的话，想要逃走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哥，要不然我出去吸引仇恨吧，你趁机逃走。说什么胡话呢？我难得在游戏世界遇到一个朋友，怎么可能扔下你？一声嗤笑传来，只见一头巨狮冲入人群当中，瞬间一堆玩家倒地。无耻的人类，竟敢打我水晶莲的主意！虎之咆哮。大批玩家被这股声音震得头皮发麻，魔法师们纷纷调转矛头攻向狮王。这边的不用管他，继续击杀皮卡丘。那只狮王没有这个皮卡丘之前。听到这话，
众人又把皮卡丘转为攻击对象。尼玛，竟然想毁掉我的水晶莲！给我死！天雷启动！一声巨响，数道天雷从天而降，被击中的玩家瞬间倒地。尼玛，一个野怪拥有这么强的技能，这还怎么玩？趁现在，好机会！阿文不再迟疑，直接开启连杀技能冲了出来。上级吸收了那么多装备后，武器镰刀攻击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手中的镰刀使劲的挥舞着，但阿文的血量也在飞速的下降。这次来的玩家实在是太多了，几乎是倾巢出动。生命值下降至50%，种族守护开启。一瞬间，一堆皮卡丘凭空出现，但仅仅数秒，皮卡丘就倒下一大半，几个领主级皮卡丘也被打至残血。生命值下降至20%，狂暴天赋发动，所有属性值翻倍，攻击改为范围攻击，持续时间30秒。阿文看着自己升到下级还差最后80点经验值，心中一冷。拼了！所有皮卡丘听着，我们为了荣耀，我们是死乌龟。5个皮卡丘一起释放技能，数百只乌鸦齐聚一堂，这一击竟然引发了天地异变，众位玩家连同狮王在内都被这一幕惊在原地动弹不得。恭喜游戏世界迎来第1位王级野怪！本次动荡触发游戏强制更新，更新后游戏添加王级野怪，所有玩家等级上限提升至25级。恭喜主人进阶为王级皮卡丘，各有天赋族群守护进阶无生命消耗要求，可主动召唤4只君主级皮卡丘、6只领主级皮卡丘、10只精英级皮卡丘参战，且召唤物与自身同等级。冷却时间5小时。乌鸦坐飞机技能进阶，伤害次数增加至25次，并100%造成流血。释放时附加2条巨型龙卷风，冷却时间增加至30秒。获得王级特有天赋，破解免疫所有控制性技能，并反弹给释放者造成一定伤害。我尼玛，这游戏没法玩了，赶紧撤退！想跑，门都没有。站住！哪里来的皮卡丘，竟敢偷吃我的水晶莲！阿文一脸疑惑地看着这只大狮。这位兄弟，谁偷吃你的东西了？等等，你说那只七霞莲是你的？当然是我的，我守候了它1000余年时间了，好不容易等到它成熟，结果竟然被你给吃了。就在此时，小飞捧着水晶莲走了。老大，你看，这水晶莲成熟了，而且我也升到了10级，进阶成君主级皮卡丘了。再次见到这皮卡丘的狮王很是惊讶，他不知道被阿文吃掉的水晶莲为何又被拿了出来。小子，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方法进阶到了王级，但他手上拿的水晶莲的确是我的。小子，你把它还给我！听到这话，小飞慌忙地躲到阿文身后。水晶莲要给他吗？阿文沉思了，不要给他。虽说我现在进阶到王级了，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打得过他。如果他吃了水晶莲，进阶到王级后反水，我们根本没有离开的机会了。别在那嘀嘀咕咕的，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！这颗水晶莲我兄弟也需要，不能给你了。同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化。我操！岂有此理！万狮奔腾！一时间，无数只狮子奔腾而过。阿文把小飞紧紧护在身边，硬生生扛了一波伤害。一套技能过后，阿文也损失了不少血量。麻痹的，狮子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是吧？岂有此理！竟敢说我的台词，缺字！狮王气急败坏，直接朝阿文冲了过去。乌鸦坐飞机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此时有一大批玩家。奇怪，这皮卡丘怎么跟狮子打起来了？老大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虽然不知道这两家伙为什么打起来，但我们可以坐山观狮斗呀。没错没错，所有人听令，全体攻击皮卡丘，击杀后奖金按贡献度分配。一瞬间，阿文和小飞被淹没在各种远程技能中。由于要时刻保护小飞，阿文此时战斗力大大降低，再加上狮子的各种挑衅，阿文基本上只有挨打。在阿文的极力保护，小飞的血量还是被打到了50%。种族守护发动，但只是一瞬间，所有皮卡丘便纷纷倒地。阿文的血量也下降了不少。该死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得想办法冲出去。小飞，你有没有逃跑的技能？小飞无奈地想了想，没有啊，只领悟了一个种族守护跟狂暴技能。闻言，阿文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又怒气冲天地看向狮王。臭狮子，你给我记住，今日你所行之事，他日定当百倍偿还。说完，阿文直接释放一大群暴击的皮卡丘凭空出现，格挡伤害。阿文转身抱起小飞向外围冲去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天雷启动，阿文忍着剧痛继续往前，以他现在的速度根本没人能追得上。很快就来到了地图边缘，狮子紧跟其后。大家停止攻击，不要误伤到狮王。马总这次真的不能怪我了，我把玩家都吸引过去了，谁能想到那皮卡丘还能进化成王级野怪？马总沉思了片刻，这次不怪你，我也不知道那傻帽是怎么想的，他就不怕这样下去会流失玩家吗？那马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继续加大奖励力度了。此时阿文抱着小飞一路返回熊王区域边缘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头狮王也一路尾随自己。警告！警告！受到区域限制，王级以下的野怪无法进入其他种族领地。狮王听到这话，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将两人碎尸万段，无数的怒火只能发泄在隔离屏障上。你过来啊！两个兔崽子，给我听着！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们再敢踏足我的区域，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说完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视野里。大哥，这可怎么办？这狮王好像跟我们立下生死状了一样。阿文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这家伙一直都在隐藏实力，现在就算自己全力以赴，都不一定能100%拿下他。我们先去找熊王吧。兄弟们，我观察到这头大狮子跟那2个皮卡丘有仇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大家先不要去找那狮王的麻烦，或许我们可以让他帮助我们对付那王级皮卡丘。公告！由于正在通缉的君主级皮卡丘进化至王级野怪，难度增加奖励翻倍，现决定击杀奖励提升至9000万，并额外奖励价值900万的别墅一套，请玩家们集结起来将其击杀。我靠，这游戏公司真大方，老板先给我角色充1000块钱。阿文、小飞看到公告和玩家的聊天信息，不禁担忧起来。他们是万万没想到，游戏公司会跟游戏玩家们连同狮王一起对付。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感觉现在整个游戏所有玩家都与我们为敌。阿文也是一脸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。大哥，快听，这是熊王的叫声。看来熊王感应到我们了，正指引我们过去呢。大哥，这熊王为啥不直接过来呢？这让我们去找他多费劲啊！咱们先去看看吧。此时不远处的山坡上，一只巨大的棕熊正拖着受伤的身体行走。大哥，你看，是熊王。阿文仔细一看，却发现还有几名玩家在熊王身后穷追不舍。岂有此理！敢欺负我兄弟！同生成一只皮卡丘，只要击杀玩家就能无限进步。我操！阿文直接一个闪现，来到了那2名玩家面前。乌鸦破飞机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2名玩家哪里扛得住阿文这套技能，瞬间纷纷倒地。兄弟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熊王叹了一口气。前几天在山底战斗后，这帮玩家就像是着了魔一样，一波又一波的追着我砍，好几天了，战斗从未停过。阿文、小飞闻言心里一颤，没想到熊王就在他们后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那个兄弟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当时为何会救我们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也会说话？熊王沉默了一会。救你们是因为我发现你俩能无视区域限制，可以随意进出各个地方，我想从你们这里得到有用的消息。至于我为何会说话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游戏中所有君主级以上的野怪都可以说话，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你是200头盔的那个呢。熊王一脸迷惑地看着阿文。什么200头盔？大哥，看来他并不是那个大佬。没什么兄弟，我开玩笑的。此时阿文突然发现熊王的血量和伤口都没有恢复，反而正在持续的下降。兄弟，你这血量是怎么搞的？熊王沉默一会，随后叹了一口气。还是被你发现了，这是昨天战斗时受的伤。当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游戏大佬，在临死之前对我释放了一个被动诅咒技能，3天内无法自动恢复血量，并附加含笑半步跌效果。哦！阿文、小飞惊讶的对视一眼。还有这种技能？我的时日不多了，虽然还有太多的事情想去做，但我深知自己只是游戏中一只野怪而已。熊王越说越难过。不说这个了，兄弟帮我个忙。兄弟请说。等我死后能不能把我的身体交给我哥哥？你还有哥哥？那个兄弟，你哥在哪儿？我听说他在另一个主城，这辈子怕是没机会去找他了。阿文、小飞2人越听越悲伤。大哥，要不把这只水晶莲给熊王吃吧？反正我现在也吃不了，拿在手上太过招摇，而且到时候我可以通过经验升级。熊王此时才注意到小飞手上水晶莲。水晶莲服用后，可从君主级直接进阶成王级野怪，且各项属性提升20%。世间竟然还有此等名物！这水晶莲本来就是留给你的，至于你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决定就好了。小飞想都没想，就把水晶莲递给了熊王。你当真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？拿着吧，上次要不是你，我跟大哥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。相比而言，这不算什么。没错，兄弟拿着吧。我可不希望在这游戏中为数不多的朋友这么早就下线。熊王闻言顿时哭笑不得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大哥，你让我往东绝不往西。严重了，快吃吧。熊王不再迟疑，直接将水晶莲吞了下去，瞬间变身。
公告！一区熊族区域君主级熊王因吞噬水晶莲产生异变，现如今进阶成王级野怪，受水晶莲影响，熊王体内兽核进阶成猛兽，击杀可掉落。此魔核拾取后可获取技能王之召唤，拥有者可将熊族区域所有普通野怪瞬间召唤至身旁为其战斗，冷却时间72小时。这魔核这么变态？是啊，老大，这要是放在军团战上，妥妥的增加了一个军团啊！没错，有了这玩意，拿下王级皮卡丘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全体人员向熊族区域进发。感谢大哥赐宝，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看来这水晶莲后劲挺大，不过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全服玩家都知道你进阶了，得赶紧离开这里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阿文思索片刻，刚听你说你哥在隔壁主城，我们一起去找你哥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去找我哥了。行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带路吧。好的，大哥。虽说熊王现在进阶了，但当真在阿文面前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带着阿文小飞朝狮王区域走去。岂有此理！刚刚警告过你们，这么快就又跑进我的领域，这次绝不能轻易放过你们。阿文记得路上也遇到不少人，不过在他和熊王的暴力下，很多玩家都扛不住无语，都应声倒地了。不料一声失效炸，狮王闪亮登场。该死的皮卡丘，这才过去多久你就忘记我跟你说的话了？熊王一脸疑惑地看着狮王，可恶，竟然把我的水晶莲给一个狗熊吃了！万事奔腾。狮王，你这是疯了吧？我们好歹也是邻居，刚一见面就放大招是几个意思？熊王，你滚一边去！我跟你没仇，我的目标是这2个皮卡丘。熊王一脸冷圈地看着阿文。此时阿文他也不在意，151是把所有经过都说了出来。原来如此，大哥放心，我熊王不是个背信弃义之人。既然大哥跟这狮王有仇，那自然也是我的仇家。我们联手将其击杀，以绝后患。阿文小飞听到这话，感动的都要流出眼泪。好兄弟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小飞，你去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我跟兄弟去就来。熊王，你还在嘀咕什么？还不快滚！疾风如影。一瞬间，熊王就来到狮王身旁，直接朝狮王就开始挥舞着阿文紧呼气，乌鸦坐飞机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大家快看，这几个大 boss 打起来了。熊王跟皮卡丘一起打狮王，皮卡丘竟然和熊王联手。这位神职会长立刻想到是大家快集合去帮助狮王，一旦狮王死掉，我们就很难击杀熊王跟皮卡丘了。看到几只大 boss， 会长便开始摧毁停车场，全体攻击皮卡丘跟熊王，击杀后凡参与者每人奖励1万元。听到这话，一众人瞬间来了精神，各种大大小小不要钱似的朝着阿文扔去。阿文跟熊王虽然已经达到了王级，但也经不起这么多，血量猛地直线下移。大哥，这击杀皮卡丘奖励都涨到1000万了，还外加移动4区别墅，我们要不要也去碰碰运气？当然要去，以我现在的装备，一般的 boss 对我已经没什么威胁了，这奖励非我莫属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其他区域的氪金玩家也都纷纷往这边赶来。作为解说的我都替阿文几人捏了一把汗。熊王，我们要速战速决，这玩家越来越多了，对我们非常不利。确实，我们再强大也顶不住这么多玩家的人海战术，要不直接放大招把狮王杀了，赶紧逃命吧。正有此意，种族守护开启。一堆 boss 级稻草人再次降临，瞬间一群又一群的乌鸦坐飞机不断释放，一声声惨叫连连响起。近战的兄弟们都散开，他这些皮卡丘攻击距离短，远程魔法师继续输出。听到这话，一时间中心区域的玩家们都醉了。可恶，要想办法先把那个领头的杀掉，不然我们处境很被动。大哥，这边交给你了，我去收拾他。一瞬间，熊王的移动速度再次增加，快拦住他！此时哪有人拦得住熊王？一个个都被撞得人仰马翻。听说你很牛，熊之秘籍，就算10几个医师同时给他加血，也无济于事。神爵会长承受了这一击后，连尸体都没剩下。尼玛，痛死我了！兄弟们加把劲，我随后就到。神爵会长死了，战场上混乱了不少，但尽管如此，阿文的血量还是下降到了50%。血量下降至50%，狂暴攻速发动，所有属性翻倍，普通攻击改为范围攻击。一瞬间，阿文的血量恢复至满血。这一操作打中了，连同狮王在内都给看傻了。狮王心里一万步，尼玛路过。尼玛，感情打了半天白打了。好机会！熊王见状不再迟疑，飞快冲到狮王身旁，继续攻击。其配合着阿文的乌鸦坐飞机，狮王血量很快就来到了20%。2个蝼蚁，你们成功的忍辱了本座，给我死！
狮之狂暴。一瞬间，狮王的身体大了数倍，气息也变得恐怖。警告：狮王进入狂暴状态，所有属性翻3倍，持续时间1分钟，1分钟后进入虚弱状态，生命防御降低10倍，持续时间1小时。这还怎么玩？兄弟快跑！熊王虽然看不到系统提示，但他看着狮王此时的体型，又听到阿文此时焦急的话语，瞬间不再多想，直接开启疾风技能跑路。兄弟，等等我！想跑晚了，狮之雷电。只是一瞬间，数道天雷从天降，与之前的天雷不同，这些天雷还附带麻痹效果，就连阿文的无视控制技能都抵消不了。尼玛，这大老虎太变态了！兄弟，我们还先避其锋芒，他这种状态最多只能持续1分钟。熊王点头示意，然后又继续逃命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万事奔腾。一时间，一只只巨狮奔腾而过。还没等他俩反应过来，爆炸烈焰，一束光波疾驰而过，阿文两人只能拼命抵挡。这次皮卡丘怕是在劫难逃了，狮王加油！狮王就是我的神呀！大哥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狮子像是疯了一样。你先躲到一边去，我去会会他。熊王闻言一脸疑惑的看着阿文，虽然很是不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阿文看着自己升到下级，只剩300点经验值，心里不禁兴奋起来。臭狮王，有本事你过来啊！狮王再次听到阿文这样的嘲讽，哪里还能受得了，直接朝他冲了过去。阿文被撞得死死脑瓜子嗡嗡直响，血量也下降了一大截。该死的皮卡丘！从你拿了我的水晶莲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，就让本王送你上路吧。说完，狮王再次朝阿文冲去。恭喜宿主召唤物击杀玩家获得经验值500，等级提升，目前等级13级。狮王又一次傻眼，他始终想不明白这皮卡丘为何又一次血量回满。玩家们更夸张，一些胆怯的已经陆续后退了。bug， 这绝对是 bug， 大家赶紧逃！大哥不愧是大哥，这打完1管血又加满1管，简直是逆天！该死的皮卡丘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？看来今天是杀不了他了，先撤退，时急如风。今天算你走运，你别太得意，等我通过那秘境的考验之时，就是取你狗命之日。阿文此时想去追，可狮王速度太快，根本来不及。哟呵，臭狮子，哪里逃？原来小飞一直在观察战场，时刻关注着狮王的动向，只可惜这一击并没有击杀虎王。